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起效实验室的范雪伦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2种透过腌制与发酵，让黄柠檬可以长期保存，也更容易入菜的方法。台湾本地的黄柠檬大多是柠檬青果摘下来后，在有温湿控制的环境下放到外皮转黄。这段时间，柠檬的酸味和苦味会慢慢变得柔和，柠檬皮里的精油也会发展出更甘甜的花果香。在经过长时间的腌制与发酵，表皮会变得柔软，香气也更浓郁，成为很适合入菜的风味精华。首先来做摩洛哥式的腌制。传统做法是整颗柠檬切10字化开，然后塞盐做长期的室温发酵。但是台湾黄柠檬盛产在5至10月之间，天气非常湿热，不适合长时间放室温，因此我的做法有些改良，先切成小块，用柠檬重量15% 的盐稍微抹匀，帮助出水后装罐。柠檬出水不足的话，可以用消毒过的器具压一压，或是补上柠檬汁到差不多盖过柠檬后，室温放到柠檬有明显香气释出，约3至5天转冷藏。接下来的做法有盐有糖，比较近似法式的处理方法，一样先切块去籽，再来分别称出柠檬重量15% 的盐和15% 的糖，然后一层柠檬一层盐糖的交替叠上去，让每片水果都能沾到一些盐糖。接下来在小锅中倒入50公克的糖和100ml 的水，加热搅拌均匀之后，记得稍微放一下，让温度下降至微温，最后把糖浆倒满腌制罐就完成了。我们和腌制的版本一起在常温下放几天看看。5天后，腌制的版本在15% 高盐的环境下，看起来发酵较为缓慢，但已经可以闻得到非常浓郁的柠檬清香，这代表柠檬的表皮已经被软化松开，柠檬精油开始溢散出来。法式盐糖浸制的版本在高糖环境下，还是有些比较耐糖耐盐的酵母在工作着，看起来发酵比较活跃一些。打开来确认一样香气四溢之后，2罐就可以一起进冰箱冷藏了。建议至少熟成1个月后再开始取用。时光飞逝，半年过去了，先来看看腌制柠檬的状态。你可以看到柠檬的表皮晶莹透亮的像是果冻，腌制液也因为果胶释出的关系变得浓稠且透出漂亮的光泽，一开瓶都是柠檬熟成后的清香。再来是盐糖腌制的版本，因为有额外添加糖水进去，腌制液没那么浓稠，但夹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果皮一样透亮，浓缩的柠檬清香中还带有一股糖果般的香气，这是用糖水腌制液熟成后独有的风味，我自己非常喜欢。不管是用哪种方式制作的，这类长期保存的柠檬，精华是在果皮以及腌制液，果肉则因为质地转化变得软烂的关系，通常会直接丢弃不用。取下来的果皮可以切丝，也可以切丁，拌入淋酱或是在菜肴完成后撒上。要注意的是，2种做法都带有10至15% 左右的盐度，大概和酱油差不多。虽然柠檬美好的香气总是会让人想多加一点，但务必想着酱油的咸度去做搭配。自家吃健康餐的日子，像这样把用米曲腌制过的鸡胸肉蒸好后，淋上肉汁，再撒上腌制柠檬，不用酱料也不用魔法粉，就能充满时间打造的美好风味。另外也可以一次性的混合柠檬皮、少许腌制液以及橄榄油，打到滑顺或是自己喜欢的颗粒大小与稠度后，表面再淋上橄榄油封存。只要取用时注意使用干燥卫生的器具，打成泥后可以冷藏保存约1个月。像这样取1小匙，搭配薄盐或是日式酱油，以及1小匙辣椒酱，作为淋酱或是蘸酱，都是咸辣酸兼具的美好滋味。腌制发酵柠檬只要注意盐度的调整，
搭配罐装番茄，就能快速的做出充满风味的意大利面。首先，我们用橄榄油炼一下蒜油，油热到蒜头冒出大泡泡之后，关火等待泡泡变小后取出。再来下番茄，正常的调味在这个时候会分别加入大约1小匙的糖与盐，但因为后续会使用到发酵柠檬，盐的用量就下修到1/4小匙左右。之后先维持番茄本来的形状，中小火煮到液体水分变少，粘度出来后，就可以来煮面了。煮意大利面时，一般会要加入水重量1% 重的盐，也因为柠檬咸度的关系，建议盐的用量要减少至低于0.5%。面下去之后，来看一下番茄，水分已经蒸散的差不多了，也闻得到浓郁的香气。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快乐的把番茄打碎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风味浓缩且饱满的酱汁，不会吃起来像是水煮番茄汤一样。随着酱汁变得浓稠，面也煮好了，包装上都会有建议的煮面时间，可以在建议时间的30秒前起锅，加入适量的煮面水后翻动收汁，让姜汁粘附在每一个面条上。最后熄火，加入10公克左右的帕玛森起司以及半颗的腌制柠檬皮，不管是剁碎、颗粒或是片状都可以，看个人的喜好，也可以用自制的柠檬酱代替。腌制发酵的保存方式不仅能让柠檬的香气随手可得，也能帮助我们轻松打造自家才吃得到的美好风味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